今天继续修剪果树，我把院子里的李子树给它修剪出来。这棵是我院子里边的唯一一棵大的李子树，上边已经长满了花芽了，今年应该是能吃到李子了。这一棵呢是蜜丝李，我旁边还有小的李子树是枫糖李。去年呢我还新种了2棵新的李子树，这一棵是向心李，是个头比较大的。另外这边的这棵呢是杏李。是杏和李子混合的那种品种，据说味道也是不错的。等下我把这几棵李子树都给它分头的修剪一下。这些树呢都是亚洲李的品种，一般建议是亚洲李留自然开心型的会好一些，像欧洲李呢就留主干型。嘿 ，Maxim 也来了 ，Maxim 和小朋友们都来看我给李树剪枝了。他拔了一颗菜，那菜反正。不是它拔出来的，它可开心了。先观察一下这棵树的中心主干，目前是有6条主干了，有点太多了，尤其是中间的这一条，这在中间挤的2边还有遮挡后边的阳光，所以一定要先把它给去除掉。我找一个合适的角度，用剪刀给它剪下来。哎呀，这有点粗了，不是特别好剪。哎呀，搞了好几下，终于下来了。这棵上边这种小枝其实也是有花芽的，但是因为它们长在中间，分化的不是特别好，将来长了叶子，前边给它遮住光之后，应该也没法结成果实。看下部分这些本来应该是长花芽的，都已经干枯了，就是见不着阳光的结果。再来看一下剪过之后的效果，把这条主干清掉之后呢，这就剩5条了。看起来开阔了不少，其实这边的这一条呢，也是应该剪掉，中间会更好一些。不过我想今年暂时给它留下吧，让这条上边结一些果实，然后明年再做进一步的处理。接着来看一下这每一条保留下来的2级主干，它上边向内侧生长的枝干，尽可能的给它清一清，否则的话会造成内堂密闭，见不着阳光，不能通风。像这个明显的。要给它清掉。这条小的呢，它不是向内侧生长，它是向旁边的，上边还是有好多的花芽的。这种不用管它，留着就行了。然后像这种向外侧生长的枝干，它上边有不少的花芽，但是上边呢，这种和旁边的枝干就相互打架了，都交叉在一起了。所以我从这个地方给它清一下，这样的话。留下这些花芽，还有向外侧生长的这个小枝，还有像这种当时修剪的时候留下树桩了，这树桩上又长出来的枝条也是向内侧生长的，都给它清掉。这边也是，这种也是交叉打架的枝条，而且是背上的，给它剪掉。这种交叉的枝条剪掉。再从这个方向看，这2级主干上边也是有向内生长出来的这种枝条，这种就不要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这种在背下的被遮挡住的，你给它剪掉，换上小剪刀，咱们继续清理。像这种完全向内生长过密的去掉，上边的这个也是一样，给它去掉。这种也是背上向内侧生长的，这还有一个，这个也不要了。这边还有一些这种过密的枝条，也给它梳理梳理，一般留15厘米吧，至少。下边这个也剪掉，这条也会遮挡后边的这些花芽，所以我从这儿给它剪一下。开始的时候不是规划等这条枝上边今年结过1次果之后，我也把它清除掉。中间的膛就打开了，这样就只剩下4条2级主干了。这条2级主干呢，目前像这种枝呢，它是被上面的这个有部分遮盖的，所以这种完全被遮盖住的，我把它剪下来，因为上边也没什么花芽，将来长了叶子之后呢，几乎是见不到光，留着它也没有意义。将来要是留4主干了，那这一条主干上边这个分支看起来的角度和位置是不错的，所以我重点给它保留下来，培养一下。这棵李子树目前就先这样了，中间是开阔了不少，应该是通风透光没有问题了。
将来开花结了果之后呢，我再根据结果的情况给它梳理梳理，调整一下，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这李子树它的生长速度不如桃树，那结果就更比不上桃树了，要晚上2年多才可能结果。看这棵小的枫糖李呢，我是很小的苗裸根种植的，现在已经2年了才长这么大，有点太慢了。这棵没有什么太多修剪的，主要就是把跟这种保留下来的2级主干竞争的枝给它稍微的剪一剪，从这儿给它剪掉，这样就不跟这条主干竞争了。还有就是像这种鸡爪子也是，把它旁边的都给它清理掉。还有这一条，这样的话就没有跟这主干来竞争的其他的小枝条了。这边这一条小枝应该没关系，将来给它拉一拉就垂到旁边去了。我的这些亚洲李呢，基本上都是要一花授粉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只是一棵李子树，它上面的花再多，最后结的果实呢，可能也是非常少。所以我这棵大的李子树虽然上面很多花芽，但今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希望能实现丰收了，因为没有另外一棵李子树给它一花授粉。现在其他的3棵呢都还小，估计明年都够呛，大概还得再等个1年多2年才行。这2棵去年种的杏李和向心李就比刚才的那棵枫糖李长得要快不少，因为这2棵买的是大苗，是这种本土长得比较好的大苗，所以就比那种裸根1年的小苗在自己园子里生长速度要快多了。所以如果大家着急的话呢，尽可能还是买大苗。如果买苗圃里边那种更大的苗，那生长就更快一些了。这棵树目前来看树形稍微的有点乱，我还是以4主干的开心型为目标。这棵树呢还是让我挺纠结的，修剪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多了。如果是以4主干为目标的话呢，那现在很明显的最上边的这就是4主干，但是它们挨得太近了，而且这角度太小，还得拉枝，不是特别理想。我在想可能选这一条，然后这边呢不想选这个特别粗的这个了，因为它和它基本上是从一个生长点长出来的。我还是选下边的那个稍微小一点的来培养吧。然后左边呢，这一条也是，它们3个几乎就是一个生长点出来的。那我不如选这一条更靠下一点、更粗的。想一想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先把这条干剪掉，然后再看。再爬上梯子，仔细的斟酌一下，可能跟刚才的想法又稍微的有点差异。现在觉得呢，这条枝干也是应该给它剪掉，这样的话就刚好这个，然后这一条和刚才要留的前面的这一条形成一个4主干。当然这一条稍微的拉一拉。之所以不想留这一条呢，是因为它长的位置太靠上了，我们还是应该让朝南的那个方向这枝条长得稍微往下一点。不纠结了，说干就干，这些剪掉。因为这种小树呢，可塑性还是挺强的，我们把主干留好，为将来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，将来的维护管理就会轻松容易一些。好，动手了，我就从这儿直接剪掉，清理一下这种小枝，下边的这种小的都不要它了。看，这样这4主干就成型了。这一条呢，要稍微的拉一拉，因为它们2个角度比预计的90度还是要小了一些，不过问题不大。然后每一条2级主干上边跟主枝竞争的这种枝，暂时就都不要它了，这样保留让这个主干继续生长。这一棵也是，这种呢2个枝长得特别近，剪刀都很难插进去，小心的给它剪一剪。好。还有这一个也不要它了，这边的这条主枝有点太细了，那要重新培养。这个跟竞争的就不要它了，这种小枝剪一剪。我得找一个方向向外比较好的芽点，就选这一个吧。从这儿给它剪下来，
边上的小枝就不要了，否则的话会竞争的。好，等它重新发芽，到时候再选一个方向好的，希望这个点能长出来。这是最后一棵李子树了，这棵是向心李。再从中间顶部看一看，我们留一个什么样的树形？这中间呢是有4个主干，但是跟刚才的一样，就是它们长的位置，如果是都留下来的话，这位置有点太挤了。我想一想，暂时先把这一条给去掉吧。这样的话，肉眼看起来这3条呢，看起来挺均匀的。我就保留3主干吧。其他下边的这些枝条呢，长得太靠下了，一会儿都通通给它清除掉。这一条现在长得挺粗的，但是它是背阴的这个位置的，长得又太低了，所以肯定是不会留它的。这是一刀就成型了，3条主干，这还挺好的。这位置大概是有50-60厘米高吧，而且它们是稍微有一些错落的。下边这些不要的清理掉，这边剪掉。剪掉，剪掉，还有这2条，哇，好了，这3条2级主干呢是要适当的拉下枝的，这样拉一下，这边也是这样的，给它拉一下。好，接着在每一条枝干看一下，把这种内生的枝就给它去掉了。这如果要是留这条做主干，那旁边跟它竞争的这一条给清掉，又忘了给这剪刀紧一下螺丝了，剪的不是特别好，再重新剪一下就行了。这一条留下来，这一条主干枝一直到这儿，旁边跟它竞争的给它剪掉。下边这一条呢，也是长得太粗了，给它剪掉。这样将来这样拉一拉就行了。另外这条内侧有2条小枝，这就不要它了。哎呀，还是老样子，爬到高处，最后再看一下，这3个自然开心的主干还是挺均匀的。到上边，如果将来要是拉枝的话呢，这样拉下去，我在想，这一条长得太高了，可能我直接留这一条，回头拉枝就不用拉那么深了。感觉这个位置挺好的，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直接把上边多个分支的头给它清掉，就留这么一条，这个角度也是不错的，稍微拉一拉，这样将来和3主干的夹角会更大一些，更开一些。下剪刀，这条枝的粗度呢和要保留的2级主干有点太相近了，把它去掉吧，还是优先培养2级主干。都弄好了，再找一个向外生长的芽点，把尖儿给剪掉，再从远处看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这种大的伤口再给喷上密封的胶。好，这就可以了。还有这棵最大的李子树，这 Maxim 一直陪在我旁边。刚才还挺兴奋的跑来跑去，这会儿估计是跑累了。Maxim， 树枝也剪完了，咱们可以回去休息了。